在投资界的坊间啊，一直存在这么一个说法：土耳其和经济学必须死一个。现在这个答案终于在2025年揭晓了。没想到吧，这轮美元潮汐中第一个濒临破产的国家，居然是那个浪漫的土耳其。这几天啊，土耳其股票指数跟坐滑梯一样，暴跌了17%，直接触发2次熔断，创下自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跌幅。土耳其货币里拉也暴跌10%，关键是5年时间里，里拉贬值已经超过400%了。同时，土耳其的10年期国债也在暴跌，标准的股债汇三杀。好端端的，这是发生点啥了？这事儿啊，还得从土耳其的那个好总统埃尔多安说起。直到今年以前啊，我一直还觉得这世界上啊是存在2种经济学的，一种叫常规经济学，另一种呢就叫埃尔多安经济学。懂点经济常识的朋友都知道啊，面对通货膨胀、物价飙涨，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加息嘛，经济过热了嘛，加利率、加息才能抑制物价上涨，避免货币的恶性贬值。那不和老美一样吗？但是埃尔多安不这么认为啊，他觉得利率越高，那经济就越糟糕。所以面对这几年的通货膨胀，他从来不去加息，反而去干嘛呢？放水。通胀越高，他越降息放水，以毒攻毒。埃尔多安甚至 diss 全世界啊，说这个世界啊已经被西方经济学骗了很久了。他始终坚信降息才是应对通胀的正确解决方式。结果啊，商品价格暴涨，货币贬值，通胀率一度突破85%。但有意思的是呢，土耳其的经济看起来似乎没啥事儿一样。2022年不但 GDP 增长了5.6%，最低工资还上涨了50%。这也就有了那个广为流传的段子：土耳其和经济学总得死一个。哎呀，说个鬼故事啊！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，埃尔多安掌管土耳其已经22年了。不奇怪吗？这个所谓的埃尔多安经济学这么反常识，为什么能在土耳其存在这么久？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？其实啊，你翻开土耳其的经济史，就会发现这个浪漫的地方啊，始终没能逃脱通胀的泥潭。1960年到2000年，土耳其军队发动了4次政变啊，差不多每10年一次。这也导致从1971年到2003年，土耳其的通胀率始终保持在2位数。这换了老美现在3%都不满意呢。雪上加霜的是，2001年土耳其还经历了一场经济危机，通胀率直接飙到接近40%啊！那时候的100万里拉只能兑换1美元。乱世之下，埃尔多安在2003年正式上台了。为了解决土耳其的经济困境，他和国际货币组织做了个交易，那就是要让更多的外资投资土耳其。那作为交换，我来推动土耳其的私有化把最核心的国有资产都拿出来拍卖。于是从2003年开始，土耳其把国家资产一股脑的都掏了出来，能源、交通、银行、烟草、桥梁、医院全部公开拍卖。说好听点叫私有化改革，难听点呢就是变卖国家资产。但是不可否认，这确实带动了一波土耳其经济的增长。从03年到13年，大量的私人资本和欧洲资本涌入了土耳其，土耳其经济也进入了黄金10年 ，GDP 总量从3100多亿美元增长到了9500多亿美元。但是这也埋下了如今巨大的隐患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这么多年的埃尔多安可一直没有忘记自己上任之前的那场危机，就是利率已经非常高了，资本还是要出逃。这就给他造成了一个错觉，加息没有任何好处，资本该跑还得跑，反而会打击投资，加重就业市场的压力，而降息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。通胀高点就高点呗，这些年土耳其经济不就是这么被我拖出泥潭的吗？但为什么埃尔多安经济学突然玩不转了呢？你看他的这一套玩法能不爆雷，有2个关键条件：一是美元处在降息周期，全球资本本就需要找个地方投资；二是你有家底儿在卖呀，只要你敢把垄断性的行业上架，就有人愿意躺着来收租收水电费。但这2个条件现在都不成立了，美元后面开始加息了，土耳其的家底儿也已经卖完了，谁还陪你玩啊？最可怕的是，土耳其的能源还是被卡脖子的，90%以上的天然气和石油都得靠进口，那货币贬值不仅不会增加出口，反而让逆差越来越大。
再加上土耳其大部分行业都依赖于外资贷款，那货币一暴跌，债务就成倍增长。这种情况，外资不跑才是傻瓜呀！你看，土耳其的外资持股比例从2020年的65%一下子掉到了2025年的28%。国际评级机构也直接把土耳其的国家信用评级下调到了垃圾级。只能说留给埃尔多安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散会。